嗨，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大家来到 CODM 俱乐部。当我知道 Call of Duty 的手游版将在国服上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很兴奋的，因为使命召唤系列作为 FPS 游戏的一座丰碑，其出现在手游端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其魅力。于是有幸我拿到国服版本的内测名额，抢先体验了一下。所以本期视频就来说一下我对使命召唤手游版的第一印象，还有我的看法。如果你想看更多我关于数码或者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可以 B 站搜索奥采薇，关注我的个人频道。好的，我们开始吧。游戏 UI 界面基本保持了使命召唤的风格，初入游戏界面个人感觉不如简洁风格明朗，有点过于紧凑杂乱。游戏中的月卡基本继承了 PS 版本的通行证，可以通过它升级获取不同的限量装备、皮肤等等。枪械还原度很好，手感上保持了每把枪的写实风格，并且可以通过升级来解锁不同的套件和个性装饰。人物也是 COD 经典人物造型。游戏模式里有多种选择，基本满足了所有 FPS 玩家的需求，而且都是 PVP 模式、对战模式、强点模式、杀敌模式、吃鸡模式，还有排位模式。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进行选择游玩。在游戏中的表现，就手机端来说，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优秀了，准确性和实用性还是没有办法和它在电脑端和主机端的游戏表现进行对比的。而且手机上操作相对于 PC 及手柄操作是比较麻烦的，经常操作会滑出屏幕，局限于手机的性能，画面表现也大打折扣。不过想在手机端还原 COD 的画面确实难度较大，但是与其他手机游戏做对比， CODM 的画面还是属于中上水平。你可以使用 PC 模拟器在 PC 端游玩，但是 PC 端进行游玩的时候，系统会检测你的游玩方式，也就是说你用键鼠操作游戏的时候，只能匹配到同样使用键鼠操作的玩家，所以手机端的玩家大可放心，不用担心游戏的公平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你是使命召唤的骨灰级玩家，那你大概率是会失望的，因为手机版并没有为手机端设计新的剧情，而且手机版基本属于 COD 线上模式的大集合，并没有其招牌的线下故事线供玩家游玩，比较适合玩家在不方便游玩主机的时候爽上两把。因为 COD 系列的灵魂在于其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剧情像了如同电影版的刺激剧情以及真实画面，让玩家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战场当中。所以当 COD 刚出手机端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并不看好的，因为游戏的精髓很难在手机端表现。而套用这个 IP 却给玩家带来的只有形式而已，而从游戏模式出发， COD 只是一个中规中矩的 FPS 游戏而已，并不是靠其独有的游戏模式闻名于世的，难以匹敌 MOBA 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游戏在手机端的表现。但细想之下，再结合使命召唤手游在海外火爆的表现，它的出现的确是给玩家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游玩和交互的平台，毕竟可以短时间内就可以消化一盘自己喜欢的游戏，并且能将地域及游玩条件降低到最小的优势，是其他平台无法匹敌的。而且现在使命召唤的剧情画面完全可以在其他平台体验，而在手机端我们可以去享受随时随地游玩其对战模式的乐趣以及便捷性。就像我们欣赏一部视觉盛宴的电影，肯定要去影院来感受其最完美的画面表现，但是当我们重温其剧情或者是当时的观影感受的时候，手机中的观影软件又给了我们随时随地观影的便捷，这两点是互通而且不冲突的。使命召唤手游由鹅厂独家代理，2020年10月20日开启测试游玩，我相信凭借鹅厂广大的用户群，使命召唤的手游版也会在国内爆火，从而让更多的玩家了解使命召唤系列，并去其他平台体验其独有的魅力，感受主机大作所带来的内容震撼，真正的提高玩家的欣赏等级，倒逼国内厂商开始注重游戏内容的开发，让国产游戏也能出现大作，走向世界舞台。好的，总体来说不错吧？我是采薇，下个视频见。